日本是如何从号称可以买下半个美国，到如今深陷经济泥沼难以自拔的？今天我就跟大家深度了解一下日本经济的兴衰史。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之后，日本出人意料的在短短不到30年时间内迅速崛起，很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股突如其来且异常强劲的日本冲击波，迅速影响着全球市场，改变了世界经济竞争的大格局。日本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当时特殊的世界政治环境。由于冷战，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世界被人为分隔，彼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正忙于革命与解放运动，而无暇专心发展经济。战败后被解除武装的德国，与日本政治与军事地位受到限制，而专注于发展，反而因祸得福，经济快速增长。日本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勤劳简朴的东亚传统，它使日本企业总能以比欧美企业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其背后的代价是国人尽可能少休闲多工作。较高的教育水平也是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另一大关键。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日本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重新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来，计划经济被证明不可行，市场经济风行全球，世界首次迎来全球经济大合唱。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特别之处，之所以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周边邻居，是因为别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落后了。受到上世纪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影响，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匍匐前进的态势，同时又接连受到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9级地震的冲击，日本经济可以说是在原有态势的基础上雪上加霜。具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灭，预示着日本引以为荣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历史终结。随之而来的则是由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破坏而造成大量游资转向境外，同时股票市值一落千丈，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得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受到日本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研发领域的作用遭到抑制，逐渐造成日本现阶段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大为降低。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给予日本以重创。长期以来，日本通过向美国输送产品，并向美国进口生产资料产品来拉动本国经济。由于美国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国内消费能力迅速陷入低迷，使得美国外贸政策逐渐转到了贸易保护主义方向。结果，美日两国在最近几年的贸易摩擦，促使日本失去了许多产品出口市场的机会。那么日本经济衰落深层原因是什么？出口贸易的衰退是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理论上讲，一国的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出口贸易对总需求具有拉动作用，出口贸易具有资源配置效应，可改善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力，制动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做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谋取更多利润，从而提高国民福利。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的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大为降低，日本的出口贸易衰退。虽然日元升值客观上也导致了日本企业进为原材料的成本大为降低，但日本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只占产品总体成本的较小份额，其出口产品的总体竞争力还是大幅下降。但是日本出口贸易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其产业政策未能及时有效调整。一方面，在新兴产业的竞争上，日本产业界过于偏爱高新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战略构想，只注重计算机硬件的速度、容量和功能等，对软件产业的发展却不重视，这导致了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较落后。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的竞争上，日本受到亚洲各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各经济体迅速崛起，台湾电子化工产业和韩国重工、造船和汽车产业的崛起，对日本相关核心产业产生了极大冲击。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也对日本出口贸易形成了一定冲击。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和企业制度存在缺陷。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表现形式主要有3点。主办银行制度。在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乃至企业重组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受到限制，企业绩效无法提高。法人相互持股。公司相互持股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产生了大量的不行使股东权益的股东。由于股东之间坚持互不干涉的立场，
使董事会显得形同虚设，导致经营者获得主导权，不按投资者的意愿盲目投资。3. 监察人制度不完善。监察人和会计监察人制度是日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一大特色，他们在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只负责监察公司事务，无权任命董事。日本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缺陷有3点：一是股票流动性小，企业缺乏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这使得企业不能受到良好的外部监督；二是这种体系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经营的低效率；三是企业主导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加上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不足，企业经营容易产生以权谋私的状况，企业的决策可能不再是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3. 泡沫经济是日本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客观上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双双大幅上涨，出现了资产票面价值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假象。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的上涨进入高潮。此后，由于日本政府担心经济过热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加上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进入低潮期，股票价格于1989年12月份开始下跌，并于1990年开始暴跌。地价在1991年夏天也首次下降，泡沫经济逐渐崩溃，日本经济也于1991年4月正式进入衰退状态。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产生了消极影响，资产价格的破灭不仅导致资产余额的减少，而且还导致了消费信用的萎缩和居民个人收入的下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能力降低。同时，居民住宅消费需求的下降也对住宅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可以说，日本经济衰退20多年，外部压力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经济和金融把控出现了失误，制定的经济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我们可以从日本的教训中受益：一、房地产不能长久的作为支柱产业，即使在发展的过渡时期，也必须把控土地价格；二、必须时刻把控金融风险，包括防止货币超发和过度升值；三、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懂得置大国如烹小鲜，经济发展的规律有其真理性，宏观可以适时调控，微观要尽可能的交给市场。在宏观调控方面，政策调整不能过于频繁，也不能过紧过松，或者忽紧忽松。四、兵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理经济问题犹如中药调理重疾，药效不会立竿见影，见效需要时日，存在滞后效应。当以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对经济和地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个关注，或者3连支持一下，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再见。